我是和亲的公主，被送来1年，却连皇帝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今天南国传信说，若我再不能承宠，南国便危在旦夕。义女阿玲劝我，就算为自己为南国，也得试一试。今日梨花刚落，我仔细打扮了一番，等在北国陛下储宴的必经之路上，听闻他极爱这棵梨树，下朝后总要在此站会儿。远远瞧见那道挺拔身影，恍惚间我似乎觉得特别熟悉，似乎又特别陌生。我微微弯腰，脸上挂着得体的笑，恭敬道：“见过陛下。”话刚出口，四周空气骤然变冷，头顶传来他冷寂又薄凉的声音：“买通朕身边的人，揣测圣意，该当何罪？”我诧异抬头，撞进一双漆黑的眼眸。为保南国不被北国攻打，我甘愿做联姻工具，入了北国皇宫。我在宫里待了1年，这还是第一次见楚言。传说他容颜举世无双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。想起刻意等在此地的目的，我低下头，淡淡应道：“妾只是刚巧路过。”他听了这话，面上浮起一丝怒意，甩袖便要走。我急忙出声：“陛下若不愿见我，我便一直跪到陛下肯见我为止。”他经过我身旁的步子微怔，最后叹息道：“你愿跪便跪着。”看着他走远的背影，我咬了咬嘴唇，眼底闪过一抹坚定。无论如何，我得担起一国公主的使命。今夜楚宴的人我要定了，哪怕我并不喜欢他，我就那样跪在地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空突然下起了雪，雪花落在身上，没一会儿就结了霜。我忍不住想，若我就这么死了，南国宗亲女子那么多，或许谁都比我有用，能讨得楚宴欢心。可我依旧跪得笔直，紧攥着身上的狐裘，却挡不住刺骨的寒风。又过了许久，隐约有一双温热的手环住我的腰身，将我抱了起来。他问我当真不悔，我摇头，眼神坚定不悔。为了家族，我没有后悔的余地。抱着我的男人似是轻叹了一声，把我带回了他的寝宫。望着他的眉眼，我总觉得有些熟悉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那一夜我达成所愿，顺利承宠，转眼在朝元殿待了1个月。这短短1个月里，我好像见到了和传闻中不一样的楚宴。这样的他，让我心底隐隐生出几分欢喜。有时看他的眼神，甚至会觉得他是真心待我的。宫里流言纷飞，我却不在意，只要能得宠，就意味着北国不会攻打南国。过了几天，听闻有妃子怀孕了，我心里总觉得古怪。楚宴日日待在我这儿，怎会让别的妃子怀上？知道这消息，我算不上愤懑，可心里就是痒痒的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。我暗自疑惑，他是天子后宫佳丽3000，有妃子怀孕本就正常，我又何必这般介怀？可这消息传开后，我竟有3日没再见到楚宴，直到他差人唤我去皇后殿中，我带着满心疑惑前去，却见满殿的人都瞧着我，眼底藏着嘲讽与戏谑。上座的皇后雍容华贵，脸上带着几分不耐，神情严肃，冷着声音问我：“离妃，你竟敢陷害皇帝子嗣？”离妃是我的封号，而他那严厉的语气，显然已把我当成了十恶不赦之人。瞧，这阵仗绝不是开玩笑，我不得不跪下高声道：“妾没有做过此事，还请皇后娘娘明察。”皇后摆摆手，两侧立刻上来一对宫女，一把将我按住，动作利落，显然是早有准备。皇后冷冷一笑：“你若招认，还能免受皮肉之苦，别不见棺材不掉泪。”我拼命挣扎没做过的事，我怎会认？可所谓的人证，竟是我招募殿的宫女。太医也适时插话，说我陷害皇嗣，证据确凿。旁边的嫔妃还在添油加醋，不过是个即将灭国的公主罢了，一时之宠而已。既然人证物证俱在，皇后娘娘直接拖出去处置了，省得留在这儿晦气。我是和亲的公主，入宫1年才捡到皇帝，可我还什么都没做，就被人陷害。无边的孤寂在心底蔓延，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撕扯着。我忍不住想，楚宴知道皇后今日传我来，是要栽赃嫁祸吗？还是说他知道却故意放任？难怪他3天都没来见我。心底涌起一阵荒凉，连之前那点朦胧的欢喜都变得可笑。我悲哀地想，还有什么法子能保全自己的体面吗？好像没有了。见我不肯开口，皇后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既然如此，喝了这碗药，便去冷宫待着吧。我看着面前那碗褐色药汁，清楚地知道那是毒药。从太医到宫女，再到这碗落胎药，全是他们串通好的。我不明白皇后为何非要杀我，我从未得罪过她，难道就因为我受宠，让后宫这些女人感到了危机？心底闪过一丝了然，我却出奇的镇定，没有愤懑，也没有不满，还请娘娘为我留最后一丝体面。我轻声请求，皇后挥手让众人退下。我缓缓拿起那碗药，看着药汁里倒映出的自己，我仍旧不死心艰涩地问：“我可有做错什么吗？”皇后挑了挑眉：“你莫要怪我，只要你死了，陛下才有机会发兵南国。”原来是这样吗？我还以为只是后宫争宠。在皇宫待了1年，我自然知道皇后是真心喜欢楚宴，想必我的受宠是让她有了危机感。我笑了笑，仰头就要喝下手中的药。住手！耳边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是楚宴来了。我没自恋到以为他会救我，
依旧仰头将药灌进了嘴里。下一秒，手腕被人重重拉住，药碗摔在地上，一半的黑色药汁洒了出来。那是我第一次见楚燕满脸怒意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眼底满是深深的责怪。你做什么？我并不领情，望着高高的台阶，心头一片凄凉。就是这堵围墙把我困在了后宫，我本是南国嫡公主，却要在这后宫被一群女人威逼陷害，多可笑！心口猛地一疼，像是五脏六腑都被搅碎，浑身发软，身形一晃，险些倒下去。没想到药效发作的这么快，他伸手扶住我，语气急促：“来人，快请太医！”我分不清这是不是他的计谋，可他的声音里满是焦急，好像是真的在担心我。我想我差点就信了，差点以为他是真心待我的。可若是真心，他为何不早点来？为何还要让我来皇后这里？楚燕抱着我回了朝沐殿，轻轻把我放在床上。阿玲跪在我身边，哭得喘不上气。太医匆忙冲进来，跪在我身侧，惊声道：“这可是剧毒之物，一口足以要命。”闻言，我心底一沉，竟生出几分解脱，就不活朕要了你们的脑袋。楚燕的声音带着几分薄怒，又是一阵剧痛袭来。我迷迷糊糊间，隐约听到楚燕说：“既然妨碍这孩子不必留。”伴随着她的话，我感觉到身下有鲜血流出，恐慌瞬间涌了上来，还让我本能地叫出她的名字，揪紧了她的襟袍，想说些什么，却终究开不了口。血气上涌晕过去之前，我好像看到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少年，又好像看到烽火缭绕的城门下，那人穿着一身黑甲，手里握着一把金剑。我似乎又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，一身红衣站在梨树下，看着年轻的他。我走过去问他：“楚燕，有没有人欺负你？我帮你打回去。”我记起来了，楚燕曾经到南国为质子，当时所有人都欺负他，只有我为他出气，教他武功与他相恋。后来秋猎之时，父皇为我选驸马，他在秋猎之中拔得头筹，我满心欢喜，畅想着与他成婚后的甜蜜，可他却拒绝了，宁死不娶。父皇要杀了他，是我求情让父皇放了他。后来他变了，他带着大军围攻南国，而我也成功嫁给了他，只不过是以和亲公主身份。之后出了意外，我失去了记忆，在皇宫之中待了1年，可他连来见我一面都没有。或许南国为质子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当时与我甜蜜，只是因为我是南国公主能保护他，做戏仅此而已。我是和亲公主，没有娘家撑腰，被陷害了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喝下毒酒。再次醒来时，只觉得脑袋疼得厉害。阿玲跪在我身旁哭：“娘娘。”淡淡一笑，声音有些嘶哑：“哭什么？不过是一口毒药，你看我不是醒了吗？”阿玲连连点头：“娘娘醒了便好，有什么想吃的我吩咐厨房。”我摇头：“不用了，你下去歇息吧。”娘娘。阿玲说着，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扯了扯嘴角，问她还哭什么？为娘娘不值得。我望着殿外模糊的景色，自嘲道：“我这一生本该就是这样的。”我知道阿玲是在为我在南国之时那么喜欢保护我的一个人，如今却纵容皇后陷害我，逼我活毒酒。我却想得很清楚，我嫁到北国和亲，不就是为了保住南国吗？难道还能奢求一点其他什么吗？工具人就该有工具人的自觉，是年少之时太天真了，一颗真心总就是错付了。阿玲哭得更凶了，哭得喘不上气。自那以后，我总觉得心里平静了，不会再有任何波澜。每次睡觉做梦都会看见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站在我面前，唤我娘亲。每每睁开眼，我都控制不住的掉眼泪。梦中那个小女孩，该是那个与我无缘的孩子吧？我对不住她，身在笼中，一切都由不得我。皇后容不下我自我毒药。楚燕明明知道谁是凶手，却选择袖手旁观。或许是因为她是皇后，身后有扶持她登基的谢家势力，也或许是因为我是南国公主。若是与我有了孩子，心里可能会膈应。孩子若是你有幸转生，切记不要再投身帝王家了。自古帝王无情，楚燕也不例外。若非身不由己，我也绝不会进这北国的牢笼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太医说我身上的毒排解的差不多了。我每次想出去，阿玲都会上前拦着，不让我吹风，担心我的身体。我半信半疑。当夜楚燕便来了，她问我那天为什么不反抗。我掩去眼底的恨意，低下头：“妾有的选吗？”许久，我哑着嗓子问：“难道不是陛下的意思？”她什么都没说，只是握住了我的手。我冷着脸抽开，她却道：“朕若是想娶南国，绝不会用你的名义。再有上次的事，要派人先通知我。”她像是想说什么，却又戛然而止。你要记得，除了我，没人能动你。她一瞬不瞬地盯着我。我反问她：“若是陛下要动呢？”她犹豫了。我翻身去了里床，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掉，心口疼得厉害。那孩子没来也好，否则只会受更多折磨。身后传来她的声音：“还置气？”我否认妾没有，我又如何敢置气？我那南国的父母兄弟，生死都在他的一念之间。他没再说话，起身出了朝元殿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半夜离开。楚燕，你可以纵容皇后陷害我，可你为什么要让太
太医夺走我的孩子，说不气又如何能不气？当天晚上，宫门墙上的烽火彻夜通明，禁卫军重重包围了宫殿，气势如虹，一片肃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夜半惊醒，坐起身问阿玲。阿玲说主殿遇刺，禁军独独包围了朝元殿。还没等我细想，一个内侍匆匆闯进来，语气焦急：不好了，娘娘，陛下遇刺的情况不是很好。我想不明白，他遇刺找我做什么？内侍语气更急，还请娘娘去一趟吧。虽想漠视不管，可终究做不到铁石心肠。我跟着内侍一路去了楚燕的宫殿，前一刻还在我面前生龙活虎的他，此刻趴在榻上奄奄一息，后背的伤口从背脊蜿蜒到后腰，深得吓人，看得我心口直跳。不是说北国余孽一直在边境待着吗？怎么会突然回来？南国已经2个月没给我回信了，难道太医还在诊脉？榻上的人突然闷哼一声，声音极小，我却听清了，人可去了黎妃那里。我心头一颤，他是怀疑刺客逃到我那里去了吗？是怀疑刺客是南国派来的吗？他让我留下来照顾他，我不知道这是他是不是在试探，可是刺客之事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想离开，可想了想还是留下来照顾他。倘若他真有点什么，我南国的父兄7人就不能活了。一整晚我都用帕子给他擦身体，防止他发热。幸好楚燕命大，没能死成。病中的他多了几分虚弱，口中喃喃喊着一个名字：阿珏，阿珏。我心头一跳，他喜欢的人竟和我有同一个小名，倒是稀奇。他抱着我的手，嚷嚷着不想喝药，一点也不像以前的他。他还会唤我阿珏，恍惚间似乎与10年前在南国为质子的画面重合了。可我知道他这是病糊涂了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希望他一直病着不清醒，这样就没人欺负我，南国也能暂时安然无恙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第6天发生了巨变。宫内查刺客的禁卫统领说，在我那里查到了刺客的信件。皇后当即闯进楚燕的宫殿，身边跟着一众侍卫，上来就把我捉住了。左右的王公大臣也都进了殿，然后抬手就甩了我一巴掌，厉声喝道：胆敢行刺陛下，罪不容诛，立马把他带下去杀了。我脑袋嗡嗡直响，南国究竟衰败到了何种程度？堂堂一国公主要受这般羞辱，我不认。可南国的书信被平整的放在我面前，被人背叛的愤怒让我心头一阵阵泛冷。不是我身边的人，就是南国内部王公辩解，要给北国攻打南国送上一个理由。我始终不明白，皇后为何一心想除掉我？我即便再受宠，难道还能威胁到她的皇后之位？亦或是她需要这么一个攻打南国的理由？她压低声音道：倘若你安分守己不成宠，我还能放你一马，拖出去。这时榻上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住手！众臣闻言齐齐跪下，恳请陛下处置我。他若觉得是我跟南国里应外合，也合情合理。想来今日我不可能活着走出这里了，我不能让南国因为我蒙羞。我挣脱禁卫，趁着所有人没反应过来，拔出了禁卫军身上的刀。刀握在手上的那一刻，心头好像涌入了强烈的熟悉感。我没时间多想，直接举起刀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楚燕坐起来喘了口气，谁敢异动，一律按照谋反处置。他脸色惨白，额头上冒着冷汗，却依旧紧紧盯着我，更多的刀剑指向了我，逼迫我放下手里的剑。我笑了笑，更觉得薄凉。就在我想要自裁了事的时候，他却说了一句：朕知道不是你。虽然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否真心，可也仅仅是这一句话让我卸下了所有的力气。我眼眶微红，放下了手中的刀。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古井无波，却不想真到了他面前，依旧是能嫌弃惊涛骇浪。楚燕撑着身子坐起来，喘着气，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谁敢异动，一律按照谋反处置。他脸色惨白，额头上满是冷汗，却依旧紧紧盯着我，目光像是要将我定在原地，更多的刀剑指向我，逼我放下手里的刀。我笑了笑，只觉得这场景薄凉又可笑。就在我想自裁了事，保全南国最后一点体面时，他却开口了：朕知道不是你。仅仅6个字，像抽走了我全身的力气。我突然想到，南国局势尚未可知，父皇和弟弟还在等消息，我不能就这么死了。眼眶瞬间泛红，我缓缓放下了手中的刀。禁卫军见我松手，立马围上来将我困住。我一动也不能动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楚燕身上。他开口道：黎妃照料朕有功，便留在朝圣殿，其余人退下。众人不敢忤逆，纷纷退去。皇后走之前还狠狠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里的怨毒像是要将我生吞活剥。见我站着没动，楚燕又说过来替朕更衣。虽今日他保住了我，可我却再不敢信他半分。在这北国皇宫，我依旧举步维艰，半点不敢放松。事情远远没结束。楚燕第10日上朝时，一众大臣齐齐下跪，恳请他捉拿我，并对南国发兵。他既没应允，也没反驳，只是沉默着结束了朝会。之后宫里依旧照着往常的样子，给我送些好玩的小物件和新鲜荔枝，可暗地里兵部的一举一动都在昭示着楚燕要对南国动手的决心。过了几天，楚燕瞒着所有人出了宫，还顺便把
把我也带了出去。我们一起在雪地里骑马，一起去戏楼里听戏。我知道他是想让我放松心情，想让我开心些，可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不敢再对他心生希冀，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是一路人。我信过他一次，换来的却是皇后的毒药和孩子的离去。从那次起，我就发誓绝不会再信他。他根本不知道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失眠，梦里总出现些奇怪的画面，有那个没能留住的孩子，有楚燕，还有南国的宫门，最后总是我亲手将剑刺进他的心口，漫天白雪都被染成了红色。惊醒时心口还在隐隐作痛，这个晚上依旧如此。我猛然喘了口气，一下子睁开眼睛，喉咙里涌上一股腥甜，忍不住剧烈咳嗽起来，竟咳出了好多血。阿玲看到这一幕，当即跪在地上，又惊又急。公主，我抬手擦掉嘴角的血迹，叮嘱她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。阿玲不解，眼眶通红，孩子没了才更好，公主为何这般想不开作践自己？阿玲知道我的心结，却没办法替我解开，她浑浑噩噩的又睡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竟不在皇宫里，而是在北都城的一处私宅。我推开门，正好看见楚燕站在门口，背后是一片耀眼的阳光。这场景让我觉得格外熟悉，可仔细去想，脑海里却一片空白，什么也记不起来。怎么面色这么难看？他看到我，语气没什么温度地问：听宫里人说，楚燕少时曾在南国为质，可我对这段过往竟一丝印象都没有。我咬了咬唇，含糊道许是昨晚没睡好。他语气难得带了点关切，今日差人去找医正要些补药。我摇头拒绝不用了。他转头不解地看着我，我不喜欢喝药，我低声说，今日咱们去东郊骑马。他没再纠结补药的事，翻身上了马背。我小腹还在隐隐作痛，可看着他的背影，还是忍着不是跟着上了马。东郊的风景很好，人烟稀少。这一刻天地间好像只剩下我和楚燕两个人，瀑布山川小溪，一切都美得不真实，让我暂时忘了皇宫的尔虞我诈，忘了南国的安危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眉眼间带着笑意，语气也柔和了许多。喜欢的我轻声应着，心里却忍不住想，若是楚燕能放弃对南国动兵的念头，我会更喜欢这里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终究没撑住，晕了过去。再次醒来时，耳边传来清晰的对话声：娘娘体内毒素未清，又忧思过度，只怕是落下病根了。是太医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奈，没什么不好，你照着法子医治便是。楚燕的声音依旧平淡，却像针一样刺进我心底，让我只觉得无比悲哀。她或许根本不知道，这病根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，也是我再也不能有孩子，再也不会成为她后宫的威胁。对她来说，确实没什么不好，本来就不该对她存有奢望，是我自己贪心了。到了正月15宫里设了宫宴，皇后坐在楚燕身边，依旧是那副雍容华贵的样子，而我什么都没有，连一个像样的座次都像是施舍来的。皇后端着一杯酒，笑着对众人说：这可是用古法调制的酒，格外香甜，诸位尝尝。我伸手碰了碰酒杯，冰凉的触感让我下意识地收回了手，我的身体受不住凉的。见我这般反应，皇后像是找到了由头，语气带着点嘲讽：怎么离妃为何不喝？这可是本宫亲自酿的酒，难道还入不了你的眼？我想婉拒，可还没等我开口，楚燕却先说话了。既是皇后赐的，南国就是这种礼数，她明明就在我面前，我却看不清她的神情。她总是这样，轻易就能提起南国，拿捏住我的痛处。我不能让南国因为我的无礼再添一桩罪名。我没有犹豫，拿起酒杯，仰头将酒灌了下去，就像当初喝那碗毒药时一样决绝。隐约间，我看到皇后眼底闪过一丝得意，而阿玲在一旁紧张的脸色都白了。冰凉的酒液滑进腹部，小腹瞬间传来一阵阵尖锐的疼痛，脑袋也变得昏昏沉沉。很快疼痛感加剧，像是要把我的脑袋撬开一般，我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倒了下去。阿玲急忙冲过来拉住我，嘴里说着什么，可我什么也听不清。混乱中，我看到楚燕眼底的慌张，她伸手将我抱起，连路都走不稳，脚步踉跄。那一刻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我死了，南北两国是不是就不会打仗了？我忍不住笑自己的不自量力。南国被灭是迟早的事，我唯一的愿望不过是让父皇死得体面些，让弟弟能活着罢了。渐渐的，我觉得喘不过气，脑袋疼得快要炸开。有什么被遗忘的东西在脑海里逐渐变得清晰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想起来了。我是南九爵，是南国的战神。小时候的我喜欢跳舞，喜欢吃荔枝，还有一个穿着月白色长袍的少年站在我面前，背后的阳光遮住了他的模样，我没能看清他的脸，但是我知道就是他。后来太医说，皇后是故意用和我体内剩余毒素相冲的食物，让我毒性复发，头疼就是副作用。宫里表面上依旧一派平静，可我知道这平静下是风雨欲来的汹涌。3日后的傍
傍晚，南国传来了书信，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暮色，指尖摩挲着信封上的火漆，终究还是拆开了，里面是燕尾信。南国早就约定好，只有危急时刻才会用这种信。楚燕终究还是发兵了。就在我握着书信失神时，阿玲从宫外匆匆跑了进来，脸色惨白，不好了，娘娘，皇后娘娘不知何故逼宫，已经杀到内宫了。陛下让人来传话说，让您赶紧躲一躲，禁卫军有数十万之多，怎么会轻易被皇后的谢家威胁？我瞬间反应过来，楚燕一定是把兵力抽调去了边境，准备攻打南国。我握紧手里的书信，抬头问阿玲，你想回南国吗？娘娘。阿玲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像是没听懂我的话。随即他像是明白了什么，急忙到我去取出关牒文，咱们一起走。不用我摩挲着腰间的玉佩，那是我出嫁时带的陪嫁，趁乱牵2匹马，你自己走吧。阿玲的神情更加震惊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膝盖磕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公主，我情绪平静，从床底取出藏着的陪嫁佩剑，放在手里轻轻擦拭，剑身上的纹路依旧清晰，那是我8岁学武时父皇亲手为我选的剑。我8岁学武，也不算是无用之人，我轻声说，语气里带着几分释然，我不能再像个傀儡一样待在皇宫里，等着楚燕毁掉我的家国。阿玲眼瞳颤抖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公主您都想起来了。没有，我否认了，将剑佩在腰间，但我要回去了。九绝公主是南国的战神，从不犹豫，也最厌恶背叛。既然我留在皇宫，不能让楚燕改变对南国的态度，那我为何还要留在这里？我要回南国，和我的家国共存亡。我从东华门前翻身上马，一路上快马加鞭，耳边的风呼呼作响，吵得我脑袋一阵阵发疼，像是要将过往的记忆全都撕扯开。宫门近在咫尺，眼前却有许多乱军，他们举着火把厮杀，鲜血染红了地面。我握紧缰绳，越过乱军，一路冲到了金銮殿前。广场上，楚燕被众人围着，神情依旧漠然，仿佛眼前的叛乱与他无关。而站在他对立面的是一袭红衣的皇后，她手里举着长剑，状若疯癫。你就为了他，忘了你那么多年的耻辱？皇后指着我，又哭又笑。我就算杀了他又如何？你委曲求全了那么久，不就是为了此刻？北国的军队都到南国边境了，你为何容不下我谢府，逼得我谋反？楚燕嗤笑一声，语气冰冷，不过是生了嫉妒心罢了，何来相逼一说？朕想做的事自然会做，传令下去，皇后一族一个不留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只觉得悲哀。皇后竟以为我是楚燕不发兵南国的缘由，真是可笑。楚燕的野心从来都不止于后宫，她要的是整个天下。皇后握着长剑抵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没有一丝犹豫，直接自裁在了楚燕面前，鲜血溅在冰冷的地砖上，触目惊心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中只有一片寂静。这样的楚燕太残忍了，倘若我没有恢复记忆，或许也会被困在这后宫里，成为争宠的傀儡，最终落得和皇后一样的下场。我们都是可怜人罢了。我不恨她，也不厌恶她，甚至有几分钦佩她的勇气，至少她敢自我了断，不像我连死都不能随心所欲。但钦佩不代表原谅，她害我失去孩子，这份仇我记着。我抬头望了望更辽阔的天空，又侧头看了一眼阿玲，随即纵马冲出禁军的包围，一路朝着南宫门奔去。路上满是尸骸，血液的腥气弥漫在空气中，这气息让我觉得熟悉。我想起来了，昔年南国战乱，我也是这样一步步从尸山血海里杀出来的。城门就在100丈之外，身后却传来急促的呼喊，娘娘留步，我要回家。这个念头在我心头滚烫，支撑着我继续往前冲。身后的马蹄声越来越近，楚燕骑着白马拦在了我身前，她穿着一身黑色的铠甲，手里握着金色的剑，和我梦中烽火城门下的身影渐渐重合。心口猛地一疼，脑袋像是要炸开一般，下一刻我眼前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混乱中被遗忘的记忆终于清晰，楚燕当初不同意娶我，是早就存了心要借北国的力量攻打南国，她选择了她的前途，丢弃了我们之间那段可笑又可恨的情谊。10年前她带兵围困南国，我亲手刺了她一剑，想将过往的恩怨一笔勾销，只可惜我最总还是没有下得去手。可惜我终究回不去了，回不到我的南国了，回不到那一日，否则我一定会将它刺个对穿。我醒来的时候天气很好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却暖不了我冰冷的心。我还是在朝元殿里，可对回南国的念头却从未放弃。宫门口被人重重把守，我试了几次都没能冲出去。最后我一路冲到朝圣殿外，隔着殿门就听到了让我浑身冰冷的话：南国国破，惠帝的首级已被悬挂城墙，其唯一的子嗣死于乱箭之中。陛下，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南国余孽？是内侍的声音，平淡地陈述着我父皇和弟弟的死讯。我心头一滞，像是被人狠狠攥住，连呼吸都变得艰难。让驻守的军队立刻把守内都城，不可生乱。楚燕的声音依旧平静，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猛地推开门，殿内所有人都回头看我，我却无视他们，一步步缓缓走进正殿，目光死死盯着上座的楚燕。
楚燕这2个字像是耗尽了我所有的力气，带着无尽的恨意。你背信弃义，忘恩负义，你不配为帝，不配为人，有朝一日就算做鬼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如今南北2国都在他手里，我没有任何报复的法子，只能对着他大吼大叫，将满腔的愤怒和怨恨都倾泻出来。来人将他拖下去。他坐在上端，脸色终于变了，看起来格外愤怒。我从不后悔招惹楚燕，哪怕南国险些国破的那一日，我也没后悔过。可这一刻我真的后悔了，后悔认识他，后悔曾对他有过片刻的心动。我被关回了朝元殿，殿内一片黑暗，像极了我此刻的心境。我蜷缩在角落里，突然有些后悔刚才的冲动。尊严在性命面前又算得了什么？要是我软下态度求楚燕，他是不是能放我回南国？至少我还能给父皇和弟弟收尸。身体的疼痛越来越明显，心口的凄凉也越来越重。到底要怎样才能回我的南国？就在我绝望之际，殿内突然一片灯火通明，楚燕走了进来。楚燕，过往的一切通通都不作数，我不该在大殿上那样说你。我想软下态度，可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下去。我是南国举国骄傲的嫡公主，是南朝的希望，怎能为了苟活放下尊严乞求？那么多过往，你说抹掉就抹掉。楚燕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咬牙切齿的怒意。我突然不觉得身体疼了，只想着一件事，我要回去安葬他们。父皇最喜欢我母妃了，他们要葬在一起。你父皇最是虚伪，他不是喜欢你母妃，只是利用而已。楚燕冷冷地戳穿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懂他怎么能说出这样冰冷无情的话。我跪下去，伸手扯了扯他的衣摆，放低了姿态。是过往的一切有没有都不重要了，我要回去，你放了我吧。南九绝是你一次次地招惹我，他看着我眼神复杂，也是你一次次破我家国。我猛地抬头，恶狠狠地看着他，心中满是愤怒与无助。他伸手强行将我扯起来，我装作没站稳，用手抵在他的胸膛上，趁他不注意，拔掉发髻上的银簪，朝着他的喉咙刺去，可还是慢了一步。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腕，顺势抓住我的腰带，将我拉近。我心底突然生出一丝恐惧，想要后退却没了力气。你就那么恨我父王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不解地问。楚燕对父皇的敌意从来都不掩饰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死死盯着我。我忍着屈辱，低声道：找个人为他收尸吧，就算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。我没再纠结那些前尘过往，此刻我只想让父皇和弟弟能有个安稳的归宿。楚燕日日都会来朝元殿，我身体不舒服，却从不愿跟他说。他其实是知道的，只是从不点破。或许他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就能想起他在南国受的那些屈辱，就能满意了吧。他留我在身边，不过是想把曾经的屈辱一点点还给我。那一夜他没有对我动手动脚，只是想牵我的手，却被我躲开了。他眸子里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，低声说：再等等。再等等什么？等待我回南国吗？父皇和弟弟的尸体再等下去就要烂成骸骨了，还能等什么呢？我想不明白，也不想再明白了。我隐约感觉到自己这一生已经到了尽头，不但爱吃荔枝了，最早进贡的那一批我都吃不出味道来。癸水的时候颜色都是暗黑色，有时头疼的厉害，有时嗓子干疼，再后来我会咳嗽，甚至咳出血来，大口大口的吐血。阿玲发现了，跪在我身边哭得撕心裂肺。王上同太子都已经下葬，公主何必这么想不开，折磨自己？我却连说话都觉得疲惫。同年3月，南疆部落余孽进犯，圣上要御驾亲征。我知道他是要料理军权，顺便料理南国军防。他走的时候还跟我告别，阿觉，等我回来我就告诉你。看着他满心疑惑，告诉我什么另有隐情吗？都不重要了，我已经都想起来了，就是不知道他打算从哪一刻开始告诉我呢？也许是从我吐血的时候，我便知道皇后给我下的毒并未清除，而后喝的酒催发了毒性，再到后来郁结伤身。早先我每日会用胭脂掩盖面色，让自己看得健康些，后来他走了，我便懒得掩盖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我时常看到阿玲在我面前掩面哭泣，看着她日复一日肿成核桃的眼睛，便知道我愈发严重了。在阿玲面前我不用掩盖，难受便是难受。我看着外面的太阳，让阿玲扶我起身去院子里坐着。我终究是被这皇宫困住了，躺在铺满狐裘的椅子上，身上盖了几层毯子，却还是觉得冷。倘若不是我，南国不会衰败到那种地步，不会拱手让人，父皇弟弟不会身首异处。我抬头看着天空，一点也不像南都城，没有星子，我像个垂垂迟暮的老者，沙哑着声音问阿玲，是不是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？公主善良，一心想要两国和平，没错的。阿玲再没有宠我的人了。我寂静道，公主还有我。阿玲这次没有哭，她压抑着颤抖跪在我身旁。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一路是如何过来的，楚燕也不曾探究过，所以也不曾有人关心。心结只有自己能解，人的一生也需得自己活着，从不必仰赖于谁。到这一刻我才明白，阿玲原来我从未为自己活过，谁也救不了谁，没人救得了我。执着了那么多年的情缘，在这一刻彻底了断。从我披上战袍的那一刻起，就没有南国无忧无虑的小公主了。我缓慢地闭上了眼睛，公主小公主
公主，九绝殿下阿姐别睡，王上在天上看着公主，我去请太医。阿玲强压哽咽，踉跄着跑出去，不知道哪个称呼触动了我，我眉心微动，我知道却累得睁不开眼。忽然脑海里出现了很多回忆，我想起小时候礼佛，在佛祖面前大不敬，身旁少年却极为宽容的往后退了一步，他一身白袍，看起来那么好看。一见起念，整整6年时光，他跟在我身侧。北国彼时局势纷乱，内乱严重，他是不受宠送来南国的质子，我回回见他都被众士子排挤，后来我便护着他。犹记得那年秋猎，彩头是大雁，射中者便能娶我，那是父皇出的馊主意。虽我美玉在外，但男人都怕我，可娶了我又能扶摇直上，自然有人争取。我当时打定主意谁也不嫁，可是他射中了，我那个时候特别开心，毕竟不是别人是他。那时少年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依旧不肯放下手里的大雁，规规矩矩地跪在我父皇面前。我以为他要娶我，欢欢喜喜地说要早早嫁给他，可是他跪在我父皇面前，说出来的却是不愿意，死也不愿意。父皇震怒要杀他，将他关进牢狱。因秋猎的是他在牢里被人折辱，那是我第一次弯下腰跪求父皇收回成命。那之后我堂堂南国嫡公主，南朝战神，成了整个南都城的笑话，成了整个南国，甚至是整个天下的笑话。我以为他是喜欢我的，可他却在身后给了我一耳光，我很疼，疼得摧心剖肝，可后来还是接受了。我让父皇放他离开了，再见时我们隔着烽火遥遥相望。他带兵入南国，我刺了他一剑，只可惜我的手却偏偏不听使唤，原本要刺穿他心掌的剑，却偏到了他的腋下，连皮都没有破。我力挽南国局面，让南国有了跟北国和谈的筹码，只是我身受重伤后险些丧命，此后丢失了所有记忆。而他从可怜的质子到惊才绝艳的北国太子，最后顺利登基，最后没有任何记忆的我，被当作联姻工具嫁到了北国。开始的一切总是那么美好，后来的一切总是让人始料未及。我什么都想起来了，可惜回不去了。楚燕，如若我不是南国公主，你不是北国皇子，我们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罢了，这些由不得我想了，我累了。阿觉身侧颤抖的声音让我恍惚是楚燕的声音。你怎么了，阿觉？南九绝你不许睡。我听见他声音里的悲痛，心底最后的感觉竟是痛快。他也有心吗？他居然也会心痛。阿觉，我知道你听得见。他抱着我，炽热的泪珠溅在我脸上，我却睁不开眼。阿觉，南国边境都解决好了，天下太平了，再没人敢指着你的身份逼朕杀你了。阿觉，我错了。阿觉，你睁开眼看我一眼。南九绝，就为了你那个不值钱的爹爹，你要这么怨我吗？我眉心微动，却没了力气。九绝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睁开眼看我一眼好不好？你父兄之死不是我没有对南国动手，是南疆部落攻破你南国王都，我派人驰援，可是晚了一步，便让他们收拾南朝残局。阿觉，2年前我没有背叛你，北国要攻打南国，我没有参与其中，可当日我来只是想救你，不愿意娶你，也是明白两国终要打仗，我身份尴尬，怕与你不利，是我太没用了。阿觉，我杀了皇后，给我们的孩子报仇了。阿觉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，让我护着你好不好？这次我一定会做好的，我会爱你敬你，再也不跟你分开了。南九绝，你不是恨我吗？你看看我啊。他句句焦急，道出我所不知道的真相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可惜太晚了。阿觉，你可曾有片刻对我心存希冀？我想起在南国的朝朝暮暮，用尽所有力气，轻飘飘地吐了2个字，似有声又好似无声，从未。他声音颤抖且喜悦。阿觉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有事的，我的战神殿下怎么会有事？此刻阿玲请的太医也过来了，意识消弭的那一瞬，周围一片寂静，有阿玲止不住的哭声，压抑痛楚的呜咽。他只是笑得低低颤抖。原来阿觉从未原谅过我啊。他抱紧了我一点点凉透的身体。阿觉，我带你回南国好不好？阿觉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阿觉离世已经10年了，这10年里，我从南疆部落手里夺回了南国，将南北2国彻底统一，并国号为绝。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，纪念我那永远回不来的战神殿下南九绝。我日活在痛苦里，一遍遍地怨自己，当初为什么不早点把真相告诉他？为什么总想着把所有风雨都挡在他身后，却忘了他从来不是需要人庇护的。娇娇儿，他是南九绝，是能执剑护家国，在战场上浴血的南国战神啊！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当年他失忆，忘了我们的过往，忘了自己的身份，我便默认她成了要我小心翼翼呵护的女子。我想把朝堂的纷争、边境的威胁都处理干净，想等一切安稳后，再跟他坦白当年秋猎的误会，再解释我从未想过攻打南国。可我忘了，他的骄傲，他的责任，早就和他的血肉融在一起，剥离不开。我一次次打碎他的希望，我碍于谢家势力，纵容皇后陷害他，让他失去了我们的孩子。我没能及时驰援南国，让他的父皇和弟弟死在乱军之中。我明明满心是他，却装出冷漠的样子，让他以为我从未真心待过他。我总想着再等等，等我把一切安顿好，就能和他正大光明的在一起。可再等来的却是
是他凉透的身体，是他临终前那句轻飘飘的从未。这10年，我带着对阿觉的思念，磕磕绊绊，把这个新生的国家带入了正轨。南国百姓和北国百姓之间的隔阂渐渐消了，他们一起种田，一起经商，一起过节日，日子过得其乐融融，海晏和亲。这是阿觉生前最大的愿望，我替他完成了。如今国家安定，百姓安乐，我也没什么留恋的了。我在皇室旁支里选了个优秀的孩子，过继来做太子。他好学勤勉，还有同理心，能体谅百姓的苦，是个好继承者。我相信他能把绝国治理好，能让这里的百姓一直过安稳日子。阿觉刚走的时候，我把自己关在朝元殿里，不吃不喝整整3天，店里还留着他的气息，桌上放着他没吃完的荔枝，墙角立着他擦拭过的佩剑。我抱着他的遗物，一遍遍地喊阿觉，可再也没人回应我了。后来我去了南国，去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城门，去了他小时候常去的梨树下，那里的梨花还像当年一样白，可再也没有那个穿红衣执剑的少女笑着冲我喊：楚燕，又有人欺负你了，我帮你打回去。我找到了当年秋猎时他宝贝的不行的大雁羽毛，他当时说这是定情信物，后来被我弄丢了。我在南国皇宫的旧物堆里找了好久才找到，我把羽毛放在贴身的荷包里，就像他还在我身边一样。我还去了他父皇和弟弟的陵墓前，给他们磕了3个头。我跟他们说，我会好好守护南国的百姓，会让绝国永远太平，不会再让他们牵挂的人受委屈。这10年我常梦到阿觉，梦里的她还是当年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，拉着我的手带我逛南国的街头，给我买她最爱的荔枝，跟我讲她在战场上的趣事，还笑着说楚燕，你要快点变强，以后我护你，你护南国。每次从梦里醒来，我都满脸是泪。我多希望这个梦能一直做下去，多希望能回到过去，回到还能抓住她的时光。可我知道回不去了。现在太子已经能独当一面，国家也治理得很好，我终于可以去见阿觉了。阿觉，这10年我没再娶任何人，朝元殿也一直保持着你在时的样子，那是你的地方，只有你能待。阿觉，你在那边还会怨我吗？还会记得当年那个在南国被你护在身后的质子吗？这次我不会再让你等了，我会陪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，看你想看的风景，再也不跟你分开了。10年了，阿觉，我来找你赎罪了。